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只要一说到手相，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命线、感情线和智慧线三大主线。当然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手相学上，这三条主线确实是可以反映出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，比如人的财运、赚钱能力、人际关系、感情好坏等等。可是除了这三条主线所反映的信息以外，还有手的大小、形状和其他一些特殊纹路，也同样代表着很多的含义。就好比大佬今天要为大家讲的三种眼睛纹，虽然都是眼睛纹，命运却各不相同。有两种暴富，还有一种却是暴穷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接下来大佬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三种纹路。一、拇指眼睛纹，夫子眼、凤眼纹。凤眼纹位于大拇指的中间指节纹上，由两条闭合的线纹构成，形成像丹凤眼一样的图案。凤眼纹的形状越像眼睛，越有福气。长有凤眼纹的人乐于奉献，大爱无私，拥有和谐恩爱的婚姻感情生活，是一个好老婆、好老公。要是右手拇指有夫子眼，食指有三约纹，则是大吉之象，富贵无边之人。这位女士的手相夫子眼清晰，手上多吉利符号，也是很难得的吉祥如意手相，后富无穷，于事不吃苦。二、拇指眼睛纹，佛眼纹。有人常常会混淆这两种拇指的眼睛纹，以为是同一种，其实不然。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二节，手掌虎口之上，呈一个眼睛纹或者几个眼状纹。手相此纹表示此人极为聪明，有相当高的智慧，因此佛眼纹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学识和才华，往往名誉清高，美名远扬，属于才华先有后得富贵之人。三、生命线上眼睛纹，往往属于运势极其缺乏之人，今生注定要事业无事业，要夫运无夫运，要健康无健康，倒霉一辈子。老来还没有子女福气可享，属于一生都大穷大贱的命格。手指中间漏财，一点点钱财也守不住，更加贫穷。智慧线短直，说明性格直，不懂察言观色，也是比较愚笨，注定没有工作运。感情线驳杂，婚姻争吵不断，感情很差，心情低落。除了上面这三种眼睛纹，我们手上还有对很特殊的纹路，通过这些特殊纹路也能了解一些命运信息。接下来大佬总结了几种比较罕见的，给大家介绍一些，不妨参考了解。一、美鹿纹。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，而且都是偏斜成横纹状的三角纹。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，就是美鹿纹。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、坤宫或艮宫等区域，纹路清晰深刻，象征着吉祥与富贵。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，通常家境优越，一生物质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福泽深厚，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，所到之处自有人代为上宾，过得舒适自在，有一定的学习机会，见解非凡，长大能够大有作为，飞黄腾达。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，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越父辈，也是光宗耀祖了。而且有这种掌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很好，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，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，也就是说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，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。二、金花印纹。手掌中有两个米字纹并排而立，是为金花印纹，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次纹。有时说纹带金花印立身，此生富贵不忧贫，男儿指日封侯相，女子他年国内人。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，尤其是享社会名气，受人尊敬，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。
金花叶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，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，还寓意无比吉祥，代表人的贵气。在古代，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，一登龙门，身价100倍，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、上等人；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，必然可以嫁入侯门，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。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，这种手相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。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，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，女人生此纹可成贵妇。3. 千金纹。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、事业线，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。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生享尽荣华富贵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遇千金直上家。设使少年人得此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这种人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财运会更旺盛。4. 三奇纹。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，通常可分为2种。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。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，可多方面发展事业，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。女性主干练持家，夫旺兴家，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，男性主先成后败，女性主到老孤独。另一种是事业线、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是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。如果掌中有此纹线，其人会名利双收，具有事业潜能，很是了得，绝非凡品。其人的成功与著作、社交或口才有关，如作家、律师、教授等。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？民间传闻，1奇为金玉良缘，婚姻和谐美满； 2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，纵使危难当头，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，成功转运。3奇便是横财加身，富贵吉祥。3奇纹明显的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，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，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，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，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。此生要官有官，求财得财。有3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，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，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。他们敢于承担责任，经得起大风大浪，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，最终会因努力不懈，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。5. 宝运纹。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，如月晕一样，就是宝运纹。月为阴，主钱，故此纹主经营得财，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，一圈又一圈，一波又一波。宝运纹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，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，往往能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家运亨通，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，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。如果宝运纹像铜钱形状，则家中有食有财。
通常掌中生有宝运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，升官发财比较容易，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，能够富贵双全。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，所以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。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，一切都是辩证的。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，震为雷，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，亦会有大灾相随，一生运势波澜壮阔。宝运纹因为利于事业，所以女人拥有宝运纹往往不以吉论，会很不利婚姻，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。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，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。当然，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，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，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，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。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。好的手相面相讲，这12种抓财手，一种比一种富有。手相学又称掌纹学、手纹学，香港人叫做掌相学，是古代的一种相术，与面相、骨相、气相等等合为4大相术。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、大小和手掌的纹路，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。一起和小酱直来看看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，生来会抓钱吧。1. 财运线清晰可见。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。在手相学中，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，也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。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，而是要清晰可见，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，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。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，精明强干，赚钱的门路又多，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。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，赚钱超级厉害，从不缺钱花。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，待人诚恳，无论自己多有成就，都不会瞧不起人。2. 成功线伸长。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，即朝向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。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，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，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。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。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，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。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，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。那么成功线笔挺身长，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，一般财运都特别好，运气很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，最后都能获得成功。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吃穿不愁。3. 大拇指厚实。大拇指为五指之首，在手相学上是代表的父母和祖上。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，下节且代表母亲。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，且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。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，学东西很快，又有事业心，而且财运很好，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。大拇指粗长有肉，显得比较圆润的人，也是属于好的手相。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，贵人运很好。再加上自身能力强，财运好，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。4. 手掌厚实红润。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，一般手掌厚实的人，财运和事业都特别的好。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，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。他们头脑聪明灵活，充满智慧，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。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。
那么手掌厚实红润的人，既是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，而且偏财运也较好，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，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的抓钱的手。有这样手相的人，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，生活富裕，事业有成，是属于富贵的手相。5.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。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，又名预祝线、命运线。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，学业有成，工作顺利，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。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，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，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，如果将往此前发展，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。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，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，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儿，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。而且他们一生财运较好，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，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。6.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。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太阳丘下面有细纹，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。在太阳丘，也就是无名指下方的下方有许多细小的纹路，属于财运旺盛，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。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诚实稳重，口才又好，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，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，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，善于理财，对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。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，财运就会更好，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。7. 水星丘上有星纹。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。首先来说，水星丘上出现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，也就是说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。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之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，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，也可能是嫁给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。总而言之，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。8. 手上有元宝纹。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，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，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，像一个梯形。元宝纹越大，就代表此人财运越旺，很有赚钱的天赋。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，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，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好，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。9. 手掌心有财库纹。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，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。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，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，自身能力也强，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，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。10. 婚姻线上有财库。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，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。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、财富以及幸福。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，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，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。此外，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，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、汽车，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，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。11. 手掌中钱财纹比较多，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纹便是钱财纹。这一线纹算是手掌中的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，偏财运就越为出色。较多的钱财纹代表着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，象征着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。
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，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，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。此外，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，也能够有着不错的收入。12. 男手如蛮，女手如柴。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：男手如蛮，女手如柴。也就是说，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，女人的手要像铺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，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，称为手质。譬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，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，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。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，有心人称她有一双白骨掌，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，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。当看人时，准确地判断她的手质，对这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。相信不少酱友正在仔细地看自己的手，不过手只能决定一部分，重点还是在我们后天的努力。如果不上进心的话，即便有财也会很快败光。金佛在手，富得流油的发大财手相。一个人的手掌与自己的财运有关，因为承载着一个人一生的好运和厄运。有些人手相好，生来就富有，而有些不同，即使是在奋斗一生也无济于事。也有些人在早期运势差，但中年后财运大翻身，事业有成，名利双收。一财库大，如果三秋都饱满，命中多财库，而且财库非常饱满，这个人是十足的财迷，但他们爱钱，但并不贪婪。这种人不吝啬于与他人分享财富，许多人喜欢和他们做朋友，朋友多了比别人有更多赚钱的机会，总是尽快得到机遇，然后赚很多钱。水星丘饱满的女性也非常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。水星丘是指我们小指下的一小块区域，如果水星丘中心是饱满，这也表明这个人总是一个很受男人欢迎的女人。本来水就足以代表桃花、情感和缘分，所以桃花也叫仙池。2. 贵人运旺，三秋饱满的人之贵人运非常旺盛。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会得到帮助，渡过难关，这将导致他们在金钱上的支持和鼓励。他们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，如果他们有好事情，不会独自享受，也会感谢和酬谢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，因此也会一步一步的有好运，这使他们贵不可言。3. 偏财运旺，三秋饱满的偏财运非常旺盛，这种人总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，不管他们是投资还是理财，都会得到很多回报。他们的智商很高，如果有机会是不会放过的，因此这种人将利用一切工具为自己创造无尽的财富。4. 钱能生钱，手相三秋饱满的人贸易脑筋非常的强，他们很善于开掘商机，在事业上经常是他人的领头人。这种人不屑于那些蝇头小利，要赚就要赚大的，老是会找个各类机会赚更多的钱。他们善于理财投资，老是可以钱能生钱，把钱越赚越多，富甲一方只是时间问题。对于拥有饱满金星丘的女性来说，异性缘往往很激烈。拇指升起的小地方在手相学上叫金星丘，隆起中央的金星丘呈现出凸起、隆起，这表明这样的女性总是很受欢迎，因为她在生活和任务中很容易得到男人的爱和保护，因为金星丘代表着热情和魅力。第2，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，女人手握川字和凤眼，注定一生财旺富运旺。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，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。比如说在面相上，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，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，肯定一眼就能看出。再比如说，他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相，哪怕颓废懒散，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。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，
一、女人富贵手相。一、财运现身。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，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，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。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，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，都是极为可观的。而且她们非常善于做投资，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，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溢。二、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。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，主财富。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，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。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，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，非常有钱。三、手掌财库多。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。女人手掌财库多，说明她们非富即贵，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即便自己不努力，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，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，小日子特别滋润，令人羡慕。四、手掌厚实，掌心柔软。如果女性手掌厚实，掌心柔软，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，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，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。她们很聪明，贵人缘相当不错，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，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。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，知道该如何钱生钱，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。五、指甲圆又红。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，整个人气血充足，精力非常的旺盛，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。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而且善于打理钱财，善于经营，又不会胡乱花钱，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，一生财运亨通。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，全家人都能收益，大吉大利。六、掌厚指无缝。在相学中，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，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。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，看上去无缝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，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，待人也比较的诚恳，身边的贵人较多，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，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，很有做生意的头脑，容易发大财，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，不会出现大起大落，必定能够福禄双全。七、左右双断掌。一般来说，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，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。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，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。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这类女人性格坚毅，做事坚持，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，不仅不会克夫，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，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，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，能够招财进宝，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，富得流油。八、掌心凹陷。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，财运好，能得祖辈帮衬。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，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，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，得到众人的喜爱。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，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，有家庭做后盾，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。只要自己努力认真，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，加上祖辈的恩惠，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。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，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，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，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，受万人恩宠，此乃多福之人。九、手掌厚实。手掌厚实的人
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，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。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，她们有事业心，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。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，为人处事圆滑，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。如果家庭富裕的，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，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。如果是家世一般的，也能很快发家致富，就算是白手起家，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。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，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，比较物质，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，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。10. 手指圆润。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，在手相学里面，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，而且家大业大。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，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，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。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。同时她们勤奋简朴，懂得体谅别人，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，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。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，天塌下来都不会怕，因为有她们帮忙领着。此外，她们祖先比较有钱，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，就算结婚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，非常幸运。第3，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？1. 食指上有3约纹，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指节纹有3条，则叫做3约纹。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，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，婚后生活富足无忧，有个会赚钱的老公，她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，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。2. 手掌钱财纹多。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，也称为理财纹。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，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广，工资收入非常稳定，丈夫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，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，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。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，金额绝对十分可观。9种长寿手能活99。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，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，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，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。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，哪些人寿命短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长寿手相的特征。1. 生命线清晰深长。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，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，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。可以说，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、身体健康、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。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，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，体格强健，身体健康，不易患病。因此，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，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，生活美满。2. 生命线无分支。对于生命线来说，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。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，身体都比较好，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，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，比较少生病，身体会更加健康。他们积极运动，保持身体健康，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。3. 手掌厚实饱满。从手相中，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，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。一般来说，手掌饱满厚实，手背有肉，预示着有福气，财运好，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，健康运势很不错，远离病痛，
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。4. 贵人线交叉。贵人线又称姊妹线，是在生命线的内侧，紧靠生命线，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。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，纹线深且清楚，代表有贵人运，往往事业有成，而且寿命也比较长。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，多子多孙，长寿喜乐。5. 财运线没有断裂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，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，也跟人的寿命有关。若是在手相中，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，是一条直线，中间没有断裂，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，消化、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，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。6.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。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，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。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，没有血色，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，寿命不长。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，手掌血气充足，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，身体健康。7. 掌心有痣。从相学上看，掌心的痣主富贵，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。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，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，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，而且长命百岁。8. 手腕线伸长。手腕线长而深，形状整齐，没有断痕，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，工作能力强，有一定的魅力，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，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，也十分注重家庭，双方生活在一起，婚姻幸福美满，工作生活等无忧，同时还会注重养生，自然会更长寿。9.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。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，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，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。在顺利的人生里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，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，故而定能福寿双全。2. 短命手相的特征。1. 生命线很短。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，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，跟身体健康、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。生命线越是短的人，生命力越差，健康运势不好，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，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，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。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。2.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，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。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，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。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，但是后面又连上了，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，命中多病，主其人寿命不长，可能早逝。3.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。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，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。一般来说，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，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，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，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。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。4.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。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，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，
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，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，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。即使长大成人，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，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，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。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，给生命带来影响，很可能会英年早逝。5.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。手相中的健康线，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。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，很容易早逝短命，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。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，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。6. 智慧线上有星纹。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，但事实上，从智慧线中，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。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，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。因此，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，他们应该注意养生，否则很有可能猝死。7. 智慧线向下弯曲。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，还与人的思想、心灵、精神状态等有关。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，他们不乐观，而是悲观和沮丧的。因此，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。8. 手掌杂纹比较多。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，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，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，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，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。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，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。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，一旦心脏出现病变，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。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，也是短命的象征。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，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，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，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。好了，手有此特征最容易暴富。偏财运是指在人生当中会有意想不到的财富，通俗来讲就是发横财。有些人努力工作还是赚不到钱，有些人突然一夜暴富或者是中彩票，这就是有无偏财运的区别。那么在相学中，什么样的手属于偏财运旺盛的手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1.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缝隙的人，其人本身就不喜欢受到约束和束缚，不过做事比较勤劳，思维缜密，善于细微思考，因此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聪明才智将会有所成就，财运自然也旺，正财好带动了偏财。2. 生命线与智慧线的起点有上升线，日后将会发财，或者是事业线出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，将能够发大财。这种人多半是出现各种机遇而突然发财。生命线和聪明线出发点有回升线的人将会发财，或许是奇迹线呈现支线上升到水星丘，将能发大财。这类人多数是呈现各类机遇而忽然发财。3. 手中的事业线超过感情线。事业线是中指下方的一条竖线，长度会因人而异，大多数人的事业线往往止于感情线，但也有一些人手中的事业线长度非常的长，超过感情线之后，甚至有与生命线相连的状况。相学中认为，当事业线长度超过了感情线之后，其人在投资领域所能够拥有的运势会更好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即便是选择一些高风险的项目，也同样可以获得不错的成果。当然，事业线较长也意味着命主在工作、投资方面花费的时间也就越多。虽说这一手相是好运的象征，
但结果终究还是得看命主自身的努力。4. 大拇指下方掌丘隆起且饱满。位于大拇指下方的掌丘就是手相中的金星丘，而之所以说这个位置丰满多肉，意味着其人拥有出色的偏财运，能够依靠投资理财等方式为自己赚取财富。是因为金星丘在相学中被称为田宅宫，代表的是命主所拥有的房产、田地以及物业，故而这个位置若是隆起的话，意味着其人有出色的固定资产，有着投资理财的相关资本。只要是他们能够具备相应的才华，那么便可以凭借机遇和运势来为自己带来财富。5. 手上多条竖直的财运线。因此对于这种朋友，可以在发展正财的同时兼顾偏财运，这样自己的财富才可以达到齐头并进的双丰收。如果是个普通人，但是你懂得抓住机遇，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儿，你也会有出人头地的时候。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句话：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只要我们能够坚定自己的目标，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成功的。6. 手掌三丘饱满。手掌三丘在哪里呢？是指手掌靠近手指的位置，通常有3个小的山谷状，它们分别从中国的掌纹学上称之为离丘、巽丘和坤丘。因此如果一个人的3座山丘是饱满的和红色的，它象征着这个人的财富比较理想，不仅是因为正财运的上升，同时偏财运也是稳中带升的状态，遇到的机会和好运都比其他人强。因此对于这样的朋友，他们既可以考虑积极的财富，也可以考虑偏财运，使他们的财富能够实现双收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，但你知道如何抓住机会，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，你也会取得成功。这就是古人常说的3分天注定，7分靠努力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只要我们能够坚定地定下目标，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成功的。7. 有理财纹。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有这种理财纹的人，通常是替老板、上司理财，或者是治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，通常帮人家家里理财。当然自己也会投资理财，因此不会缺钱用。8. 食指根部饱满。人的手掌中，除了钱财纹生长的部位，还有一个地方也代表了财富，那就是食指的根部，也叫做木星丘。若食指根部饱满、红润亮，说明此人有着很好的偏财运，即使不用努力工作，也能够发大财。9. 双鱼纹。双鱼纹比较罕见，所以听说过的人少之又少。双鱼纹只位于大拇指下方，有小细纹形成鱼的形状，故取名为双鱼纹。有此手相特征者，属于天生的偏财运旺盛，一生大吉大利，注定不平凡。这类人做事不骄不躁，成熟稳重，在工作中表现出色，老板强势。这类人适合创业，容易发家致富。10. 智慧线末端分叉。大家都知道，智慧线是人体手掌的3大主线，代表人的智慧，但对于人的事业和财富也会有所影响。一般来讲，不管是哪条线分叉则不吉利，到智慧线例外。若智慧线末端分叉出现向上的分支，说明此人钱财运旺盛。这类人通常头脑发达，懂得理财之道，能够从中获得巨额财富，一辈子荣华富贵。11. 断掌。断掌是手相学中对手的掌纹的一种称呼。大家知道，人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，那就是生命线、感情线和智慧线。假如其中的2大掌纹线，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横贯于手掌中，似乎一条横纹将手掌分成了2部分似的，那么这就是传说中的断掌，手相学中叫做通贯手纹。12. 金星掌。金星掌，天地人3纹深刻有力，清晰不杂乱，手上的皮肤厚实，不细腻白嫩，不单薄。拥有金星掌的人本身性格就会比较的脚踏实地，如果再加上掌心天地人3纹清晰而深刻，纹路有力不杂乱，无倒纹，掌上皮肤厚实不单薄，看起来也不够白嫩细腻，这样的人往往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的走向成功，财运自然就会好。13. 财运线明显。我们手的无名指对着一条竖线就是财运线，
有的人长且细，有的人短且粗。一般财位线暗示你的赚钱能力和人际关系。拥有比较粗的财运线，并且自己手掌颜色红润、软绵且丰厚的人，财运会很好，不仅事业成功，获得金钱的能力也是很强。14. 手掌厚实。在手相学中，手掌厚实的人通常财运很好，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，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位。而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都是事业型的人。女性朋友有这样的手型，即便看起来不是很好看，但她们大多数都是秀外慧中的女强人。同时，这不仅代表她们的能力很强，也代表她们能够很好的巩固住自己的钱财，以此带动自身事业的发展。15. 手掌凹陷。如果在平摊手掌的情况下，手掌中心的位置有点凹陷，说明这个人会是大富大贵的人。如果把手掌看作是聚宝盆，那么掌心的位置就是聚宝盆的盘底，手心凹陷越深，说明能够聚更多的钱财。通常来说，手心很深的人不仅能够赚钱，还懂得积累财富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过上想要的生活。16. 手掌红润。手掌红润的人是有福气的手相，因此财运也不会差。拥有这种手相的朋友，通常都是被幸运笼罩着，平时就算没有付出太多努力，也能够得到很可观的回报，因此也常常给人留下一种好像他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赚得盆满钵满的印象。相反的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苍白僵硬，那么可能会一生劳碌，生活拮据。今日为大家介绍的话题为偏财运旺盛的手相特征。一个人的成功不完全靠努力，很多时候因为一点点运气就决定了你的成败。偏财运旺盛的人通常会比一般人运气更好，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爱情都会起到推动作用。你们有这样的手相特征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